Hello，大家好，我是泰尔。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进行南方海岸到青安海岸这边的探索。那因为今天这部影片要跑图的范围比较大，所以一些跑图的细节我们可能就用倍速，或者我确信大家能够抵达或者完成的阶段的探索的话，也可能会直接跳过。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传送到熔岩管锻造遗迹，熔岩管锻造遗迹东侧这边会有一条缝，我们会经过这个缝来到中间的河岸。从熔岩管锻造遗迹出来一点点之后，往东侧看，这里跳下去就是我们刚刚在地图上看到的那一条缝了。沿着这边的缝往前，你可以在最前方看到一栋房子。基本上我们沿着现在这条路一路往东侧走，就可以找到这间房子。我相信大家可以走到这边的，所以我就不带大家浪费时间跑这边的地图了。这里是老者的破屋，屋子里可以捡到一个狂龙护符，屋外也会有一个老人，他是贝勒的信徒，不过贝勒已经被我们给解决掉了。然后从这个破屋在的地方后面会有一个灵马气流，大家在来的路上可能也有看到。灵马气流的封印在上面这边一个比较靠岩壁的位置，攻击这个石堆就可以解开这边的灵马气流封印。不过这个灵马气流跳上去是到惩罚要塞后方的那个传送点，我们没有要去惩罚要塞那边，我们已经探索过了。屋子里道具捡完之后，我们先回头探索。我们要走回前面我们有看到的一片毒池，地图的方向大概是在两个山壁中间。那这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道具，所以我们稍微加速跑个图。在水下这边，我们可以捡到一个灵灰，并且前面可以解锁艾拉克河洞窟的传送点。从传送点出来，我们要先往旁边这个河畔进行探索。它出来左右会有两条路，左边那条路是通到青安海岸的，右边是在这条河上的一个探索。我们先走右边这条在河畔上的路，然后出来探索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些火属性的武器，因为我们在前面那具尸体的附近就会遇到这边的敌人树林。位置大概是艾拉克大桥的正下方。那这个树林在幽影城我们打过很多条了，这一只的难度也没有特别高，就交给大家自己解决了。击倒它之后可以获得带角柚子像，是一个能召唤冤魂的道具。好，接着我们就从击倒树林的地方一路往河畔深处探索，中间周围可能会有一些垃圾，然后主要的探索方向基本上就是你看到哪里有敌人就往有敌人的那边前进，大概就是对的方向。不过基本上也只有一条路啊，就是一路往北前进就行了。走到最深处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岔路，在岔路这边我们先往有看到螃蟹的那个方向前进。在螃蟹后方会有一个瀑布，这个瀑布是可以钻进去的。瀑布后面会有一具尸体，尸体上我们可以捡到双手归护符。捡完这个护符，我们就走出这个洞窟。这次我们往螃蟹不在的另一个方向前进，最后来到地图大概这个位置。这里乍一看没有什么道具，但岩壁上其实有一个罐子，用弓箭之类的攻击把这个罐子摧毁之后，可以拿到一个灵珠。好，我们从拿完灵珠的地方出来，绕一下旁边的石柱，外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洞窟，就在我们捡到灵珠的正旁边。进到里面，这里是河尾洞窟。那这个洞窟整体的探索非常容易，里面也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特殊道具，主要的搜刮就只有一堆血手怪中间的神圣血肉，还有击倒 BOSS 血怪之手可以获得的骨灰。那这个洞窟的探索就交给大家自己解决了。完成河尾洞窟的探索之后，我们可以传送回艾拉克河洞窟。上一次我们出洞窟是往右边探索，这一次就往左边探索。那左边这边要走一个灵马跳跳乐，在中间的一块岩石上，我们还可以捡到大卫巫师的制作笔记。那小心不要跳下去了，中间跳下去会有一只龙虾可以打，但只是能够打它而已，它不会有任何好的掉落物，所以大家没有必要的话可以不用去打它。接着前面的一个神木鸟石碑下可以捡到失色锻造石，然后我们跳下来走这片水潭，绕着这边的瀑布侧面的岩壁走，我们会在最下面的地方看到一个传送点，这里是艾拉克河下游的传送点。传送点前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灵魂，跟这个灵魂对话，它会告诉我们有一个地点有天鹅绒的花园。了解这个资讯之后，我们先继续往下探索，下一点点之后，我们往东侧的那个石柱上面去跳。
可以看到这后面有一个瀑布，瀑布旁边的石柱那边有一个罐子，位置大概在这边。一样，我们拿出弓箭射一下这个罐子，就会有一个灵珠掉下来。我们骑着马沿着这个岩壁走，来到瀑布的下面，就可以捡到蘑菇贩子的2号灵珠。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很接近青安海岸了，正前方也可以看到一个柳条人。青安海岸的位置基本上就在击倒柳条人的那附近。不过在去击倒那个柳条人以前，我们可以先在附近搜刮一下。大家可以跟我一样打开地图标注一下位置，不然很容易迷路。我们要去这片树林东侧的这个水潭这里，我们会在这边看到很多的雷电洋球，然后在水潭的正中间这里，地图的这个位置可以捡到一个雷电调香瓶。那这片森林的主要探索基本上就这个调香瓶而已。接着我们可以去到地图的中间，把柳条人给击倒。那这个柳条人没有任何特殊机制，基本上跟我们在墓地平原遇见的那只很像。竟然攻击他的腿，把他打出硬直之后，处决可以造成大量伤害。击倒他之后可以获得绿秘密入滴。从击倒他的位置一路往南走，穿过一片树林，出来之后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蓝色花园，这里就是青蓝海岸的传送点。在传送点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往前一点点看，会看到前面有一头灵火龙。靠近灵火龙之后，就可以召唤出骨灰出来助战。这头灵火龙特别怕神圣属性的攻击。骑在马上跟他战斗，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应对。将他击倒之后，可以获得龙心脏，还有古龙岩失色锻造石。从击倒灵火龙的地方，我们往南侧这边的坡爬上去。假如还没有解锁这边地图碎片的玩家，可以在一堆线虫后面找到这个地图碎片。在捡到地图碎片的地方，继续往南走，爬上一个坡，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米凯拉的十字记号。走到这个十字记号在的位置，我们可以在它下面捡到一个幽影树碎片，后面也可以解锁一个传送点。青安海岸十字记号的这个传送点。那青安海岸这一片地图会有非常多的墓地灵鸾，基本上你看到这种绿绿的像棺材一样的地方，它后面通常都会有一个大朵或者9级以上的墓地灵鸾可以搜刮。不过影片篇幅有限，所以我可能不会带大家跑所有的墓地灵鸾所在的位置。那我地图标记蓝色记号的1、3、4都是墓地灵鸾，2号是制作笔记，5号则是我们要开启下一个传送点要去的方向。那我们从青安海岸十字记号这个传送点出发去探索。我们主要先往地图标记5号的那个位置去开启传送点。首先往北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先到1号标记的位置捡到9级的墓地灵鸾。接着从1号标记点跳到对面，可以在对面的一具尸体上找到托纳利信徒的制作笔记。那3号标记点因为有一点不顺路，所以我们就不去捡了。不过呢，上面是可以捡到大朵的墓地灵鸾的，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去那边搜刮。我们往后走，这边可以来到我标记的4号标记点位，这上面可以捡到大朵的墓地灵鸾。接着我们从捡到墓地灵鸾的地方下去，这边会来到一个靠近海岸的地方。那目前我们只是先把青安海岸东侧这边的探索给完成，它西侧也还有探索。我们等一下在开启这个传送点之后，就会去到它的西侧。沿着海岸走一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5号标记的点位了。这里跟前面几个捡到墓地灵鸾的地方一样，在最上面我们可以捡到9级的墓地灵鸾。捡到墓地灵鸾的位置，继续往后走，这里就可以找到利牙指头遗迹的传送点了。那这部影片还不会探索这个遗迹，我们应该会在大祭司尤米尔的支线再回到这个遗迹这边来。好，完成东半侧的探索，我们再次传送回青安海岸十字记号，这次到西边去探索。那一样，我把地图上标记了几个记号，1号的位置是可以打倒精英级敌人拿到大军猎狐的位置，2号可以拿到托丽娜的制作笔记，3号则是我们要前往下一个传送点需要去的地方。跑图这边我们就稍微加速一下。首先，在我们标记的1号点位置，可以遇见这个巨人。在来的路上，他也会丢很多的睡眠瓶，大家要小心闪躲。将它击倒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大军猎狐。在击倒巨人的地方往后一点点，这边有跟我们前面捡到墓地灵鸾一样的这个建筑，它上面可以捡到墓地灵鸾8。捡完墓地灵鸾之后，我们从旁边跳出去，来到我标记2号点位的位置。因为只有一条路，所以应该不用向大家展示所有的跑图细节。这里可以捡到托丽娜信徒的制作笔记。讲完笔记往后看，应该在来的路上我们就看到这里的一个大洞。我标记3号点位的位置就是洞的西侧，这里就是我们要跳进这个洞要进去的入口。建议大家在跳下面这边的路的时候，可以点一个星光，看下面的路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
如果怕你的马跳太多的话，也可以考虑下马直接自己跳。如果你是用骑马的，那基本上跟我一样啊，就是不需要用跳跃键，基本上都是用走的。中间的一些大变怪大家可以不用管。然后我们在中间已经可以看到最下面这边有一个传送点了，在靠近传送点前的位置，我们要往西走，走一个像石桥一样的地方，最后来到最下面就可以解锁大洞的这个传送点。不过继续往前是托丽娜的相关支线，一样这部影片还不会完成托丽娜的支线，这边先开一个传送点，接着我们传送到青蓝海岸。那一样我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些点位，1号可以捡到制作笔记，其中附近的河畔会有很多的小型垃圾可以捡，2号则是可以解锁传送点的位置，3号则是我们最终要去探索的目的。一样我们加速跑回去，中间路上也会有一些其他道具可以捡，像这上面的石棺上就可以捡到墓地灵来，大家有需要的话就自己捡一下。那跑地图捡道具这边我们就用加速的来带过。好，我们在这边解锁了青蓝海岸西边的传送点，接着我们跑到3号的点位。其实3号点位就是我们1号捡到制作笔记的旁边啊，不过它旁边是有一条路可以下去的。从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上跳到一个石坡，然后沿着侧面这个靠海的地方走，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石洞，一样我们就跳下这个石洞。那在石洞的最下面也会有2条路，东西2条，我们先往东侧这条路走，从东侧这条路走到底，可以来到外面。刚刚我们在的青蓝海岸西边附近的一个位置，它上面可以捡到大朵的墓地灵来。接着我们直接原路返回，往山洞的另一侧西侧那边走。走到底出去，我们会看到一只大螃蟹。这里是地图西南侧的一个小岛，地图上也会有一个南方无名灵庙可以探索。不过我们先往回走，走到这个我们走出来的山洞上面，在山洞上面我们可以捡到一个道具拉纳香油瓶。捡完道具之后呢的话，你可以直接跳到对面，但我自己是没有跳成功，掉下来了。那我们就绕着这边走，走上来之后，我们可以在前方看到一个灵庙。我们走进这个灵庙里面，这里面会有一个 BOSS 战，我们要挑战的敌人是拉纳舞娘，她基本上是人形生物，还蛮好打出硬直的。击倒她之后，可以获得她的一整套装备，包括她的武器、帽子、连身裙等等，穿上去之后也还算蛮好看的啦。那其他这个小岛上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探索的，我们就直接传送回青蓝海岸西边这个传送点。一样，我先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些点位，1号可以捡到一把武器，2号则是捡到幽影树碎片，3号则是往这边的 BOSS 挑战要去的方向。好，我们从传送点出来，往东侧一点点走，就可以绕过这个建筑，往北侧这里我们要去探索的1号标点前进。然后走进这中间的峡谷，你会发现可以召唤灵灰出来助战，因为这里是有一个小型的精英敌人雅人剑圣的，他就坐在我们进来入口的石碑前面，把他击倒之后会掉入一个星光碎片，不是特别重要的道具，但是大家想的话也可以去把它给击倒。接着我们一路往东走到最深处，里面可以捡到一把灵魂剑。捡完灵魂剑之后，我们沿着旁边的岩壁往标记点2号跟3号在的方向前进。往前走一点点，在靠近岩壁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岩洞。进来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会有一个雅人埋伏在里面偷袭你。地上会有一个幽影树碎片。捡完这个幽影树碎片之后，我们继续沿着岩壁在的方向前进。我们跟着这个3号标记点一路往西侧走，前面这边可以看到一个玛丽卡的气势雕像。在走出来的外面，这边会看到非常多的雅人。这里就是青蓝海岸西侧我们要挑战 BOSS 的地方。这边的 BOSS 是一个雅人女王，不过她本身的血量我觉得算蛮低的，而且也可以召唤灵灰出来助战。挑战起来我觉得是相对比较轻松，只是要先把外面的一些雅人给解决掉。击倒他之后可以获得连心剑。那青蓝海岸部分的探索也算结束了，不过我们只探索了下面那片蓝色的花园，上面还有一整片红色的花园。接着我们要传送到龙响大祭坛去进行探索。那一样我把地图标记了几个点位，1号是我们要去的探索方向，2号可以捡到一个制作笔记，3号要打一个精英级敌人，同样可以获得一个制作笔记，4号则是可以获取法术的一个位置，5号则是一个比较靠近传送点的点位。好，那一样我们加速跑图。
那2号点位这边，在一些乌龟的附近，我们就可以捡到这个守墓者制作笔记。继续往前走，你应该会看到一个精英级敌人 TBR 的换船。这个敌人强度不高，而且我们一样可以召唤灵灰出来助战。将它击倒之后，可以获得 TBR 的制作笔记。那我们从击倒它的地方，再往北侧去探索。接着我要到我标记4号点位的地方，当然中间路上也会有一些可捡可不捡的道具，像是墓地铃兰之类的。想捡这些道具的话，大家看到类似墓碑的地方就往那边走，那边应该就可以捡到类似的道具。接着在一个守墓鸟雕像的下面，我们可以捡到法术灵魂光环。捡完灵魂光环之后，我们是要往回走，因为传送点在的位置是在正下方。那从这上面是没有办法直接跳下去的，跳下去会死掉。所以绕一圈来到接近我们刚刚挑战 TBR 换船的地方，再往西侧一路走，前面就可以看到一个传送点。这个5号标记的位置有一点远，其实是在青蓝海岸附近。这里可以解锁卡罗隐藏墓地的传送点。那大家从卡罗隐藏墓地出发前，可以先修正一下。一样，地图我标记了5个点位。1号点位我们走出去就可以挑战这边的 BOSS，2号点位则是可以捡到附近的一把武器，3号点位是一个制作笔记，4号点位是一个精英级敌人，5号点位则是另一个柳条人。好，那我们就出发吧。那传送点出来这边，我们就已经可以召唤灵灰了。在这外面的敌人是死亡仪式鸟，它比较怕神圣属性的攻击，所以如果有圣属性武器的话，可以对它准备一下。击倒它之后，可以获得唤起灵火的一个战徽。击倒守墓鸟之后，我自己是先传送回了卡罗隐藏墓地补一下状态。从传送点出来，我们直接走右侧这边的红花园，在这片花园走到底，可以拿到一把武器灵魂剑刃戟。捡完这个装备，为了方便我们再次传送回卡罗隐藏墓地，这次从传送点出来就往左侧挂，去到我们标记3号光点的位置。然后除了左右两侧，正前方其实也有未探煎熬的探索可以去进行，不过那个煎熬的探索量比较大，我们以后的影片再做。好，来到3号标点附近，我们可以捡到大卫护士的制作笔记。从捡到制作笔记旁边的这个花园爬上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只河马。那这个河马跟我们在幽影城遇见的那只比较像，不过它的攻击还有血量都少了很多。然后它比较怕雷属性的攻击，因为它在水潭里面。把它击倒之后，可以获得幽影树的碎片。接着我们继续往前，往西侧我标记5号点位的地方去探索。在前面一点点，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柳条人了。这个柳条人在挑战以前，大家可以先打开背包，制作大燃如壶。你最少需要3个，如果丢外的话要更多。没有燃如壶的话，火焰壶也可以，不过会需要更多的量。然后一样把这个大燃如壶放进我们的快捷键上面。那这个柳条人就跟我们前面在幽影雅坛有遇见的那个是一样的，普通的攻击没有办法伤害到他，一定要对他丢大燃如壶才可以。我们先从旁边的灵马气流跳到上面。如果他使用这种喷火焰的攻击的话，大家可以左右移动来闪躲一下这些攻击。等他的攻击停下来之后，靠近我们一点之后，再对他丢大燃如壶。那我连续往他的火喷砸3个大燃如壶，他就直接死掉了。在他死掉之后，我们则可以获得灵兰结晶入滴。在他死掉之后，别急着走，我们往后一点点探索。在我们用灵马气流跳上来的地方，走到底，这里会有一个墓碑，在这个墓碑前面的尸体上可以捡到守墓鸟的骨灰。好啊，那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完成了南方海岸的绝大多数探索，剩下未探煎熬，还有下面的大洞跟指头遗迹。那这些我们就留到后面的影片再继续。今天这部影片就先聊到这边，看完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是大海尔，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